这节的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探讨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很强硬，但是现在私底下高市早苗是吃了后悔药了吗？怎么来说呢？因为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说，其实在高市在发言之后，他曾经就跟身边的人说他是不小心说过头了。那现在呢，他身边的亲信也懊悔说，是因为这个官邸的资源不足啦，所以没有考虑得很周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个反弹。另外一位亲信他的说法则是说，其实高市个人的能力是非常强，但是是团队不够稳固，未来他们要解决。好，那说回来，他的这个不小心说过头的这个说法，赖教授您来看，他是想要透过这种方式，其实在跟北京递出橄榄枝吗？他是在一种障眼法了啊，又在另外一种欺骗。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右翼分子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骗啊这个字啊，他们几乎都在用骗的。安倍晋三他自己都说了嘛，就说有些事只能做不要说嘛，啊，这个和平宪法不能改，没关系嘛，我们就从这个你看不见的地方里面来改，啊，那也就是偷偷的，就是说安保啊，美日的安保就修改。2015年的时候把美日安保修了以后，那就是变成有经济危机事态啊的这个法律就把它写到里面。自卫队本来应该是专属防卫日本的本土，就说哎呀，我们修改了安保条约，所以我们要去保护美国的军舰，所以呢，日本就要参战，啊，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就一个一个就改了嘛，就把自卫队变成一个所谓的国防军的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就是安倍晋三所用的方法。那也就是说，他在他任内的时候就不说日本有事就台湾有事，可他卸任以后，他就说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这个就是只做不说。好，那你想，我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市早苗的幕僚故意把这个新闻去喂朝日新闻？这个就是一个障眼法，用骗的。他选择的不是右翼的新闻，他选择的是左翼的自由派的媒体，因为朝日新闻是日本的第2大媒体，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在艺文界里面啊是最受欢迎的媒体。第三个就是他长期以来，他就是左翼的、左派的，而且比较偏自由主义，所以他反对修改日本宪法，反对军国主义，啊，然后他反对慰安妇，他所有的那些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东西，他都反对。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左翼的媒体，透过他来说，高市早苗说过头了，不小心说过头。这个不小心说过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哎，这不是我的本意了，哦，例如说我跟谁吵架，然后我气急了，我就讲了一个非我本意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不小心我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这个好像就是啊，这不是我的本意，你可以这样解释嘛，哦，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可是如果这不是你的本意，你就收回嘛？那为什么不收回？对，为什么他不收回？为什么官方长官说我不收回？为什么外相说我不收回？为什么他派出去的金井正章也不收回？这代表这是他的本意。好，所以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嘛。那我不小心说过头，就是说我不小心把我的底牌说出来了，是吗？说谎，公然说谎。为什么？因为同一篇的媒体，同一个采访里面，因为它是不具名的官员采访，而且是联合采访。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匿名者，他是有2个以上的匿名者。另外一个匿名者他是这么说的：11月7号的凌晨3点，高市进入官邸的书房，开始在阅读各部会送过来的这些他要接受答询的答询稿，也就是各部会送来了，他的幕僚帮他整理好了答询稿送到他桌上，他开始在看了。他把他的所有的重点要讲的画红线，要讲的话改了，就都改好了，都弄好了。那已经工作了好几个月，所以他把重点，他是新闻人呢，您是新闻人呢。新闻人一旦把重点写上去，把画点画上去，就是那是梗。我就是特别要透过国会答询，把这个讯号传出去的头版头，绝对会成为日本热点新闻。谁不晓得？他是媒体人出身的，他专业训练过的，他当然知道哪些东西一定会是头版头，他就是要头版头。所以头版头以后发现，哇，这个祸闯大了啊！所有人都在告诉他说，
安倍晋三只敢做不敢说，美国不敢说，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敢说，你敢说，你勇。他本来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最勇。为什么？因为有川普挺我。川普在公开的场合说，我高市早苗只要有求，他必应。这4个字，有求必应，100%满足你。这个就是当时川普说的是场面话，场面话你这个高市你看不懂吗？你还给我下不了台。场面话就是说不兑现的，但是高市早苗想利用川普的场面话变成他的后盾，来给极右翼的施加压力，说我有美国做后盾，我是右翼的老大，不是你麻生太郎。这是对于党内的派系。另外对外面来说的话，就是我高市早苗，我声望振聋，我敢做你们都不敢做的事。这是一种极端的挑衅，现在祸闯大了，开始想收了，是找那个幕僚不匿名的在那边传话，骗谁啊？军国主义者就是一个字，骗。好，赖教授说这个高市早苗祸真的闯大了，因为现在呢，中国这边北京的反制手段其实最有力的，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车用晶片跟稀土。那中国呢，您从图卡上看到，在中重稀土几乎是掌握了全球工艺。这些稀土呢，说回来跟这个高科技的磁材、半导体、军工还有新能源，其实都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举例来说，日本虽然说很努力自救，但是到2024年底，他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比重，反而是从您看到2018年的50%上升到63%。尤其像是一些重稀土，像是铵、锑、铬这些呢，都是电动车马达驱动系统不可或缺的材料。那大家在说一旦断供的话，其实呢，日本它整个高科技产业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好，委员您来看，如果真的中国真的动手了，就是对这2个车用晶片跟稀土全面的打击的话，那日本他们的产业甚至说整个供应链会受到多大冲击？简单的评估哈，日本的汽车产业看品牌。有的品牌啦，必须减产10%，有的品牌要减产30%，啊，如果减产这样的话，他们的股票价格会跌多少啊？大家盘算啊。第二个，车用晶片的方面，当然不只是汽车在使用，因为可能很多人不晓得，车用晶片很多在军事工业上用的也不少啊。你别看那个炮兵移动很缓慢，那也要车用晶片对哈。所以如果这些缺料的话它的计划中的武器生产量可能要停掉20%然后它的这个电动车跟那个所谓混合动力车，有电动有柴油车减产1半，那除此之外需要稀土磁铁的只有汽车，不是工具机还有光学仪器所用的稀土玻璃，不只是稀土马达，稀土玻璃，还有日本最擅长的精密仪器，还有半导体制造设备，全挂，因为它用量比较大那其他的涉及到电动动力用的储能电池，各式各样的电池那供应量会全部乱到一团。那有人说，那长期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有的，成本2倍对，那因为它要靠回收吧，短期内靠回收来使用所以如果中国大陆技术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只能祝福日本赞美日本是太厉害了，能够承受住这么大的打击，而且整个日本产业在为高市早苗的政策付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代价。那到时候就看看日本的民意会不会反转来这个批判高市早苗。现在日本的民意还是在热冲冲的，觉得你看我敢跟中国大陆叫板我敢踩在中国大陆的老虎尾巴上我敢挑战中国大陆所谓核心中的核心利益嘛。现在讲都是很开心，那等到事到临头，那就可不一定了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替代。为什么？这个电池用的石墨负极材料，100%中国供应，正极材料60%中国供应，它哪里是拿这么多的量这是个现实问题那除了刚才我讲的锂电池这些，因为负极材料、正极材料主要讲的是所谓磷酸锂铁嘛，
正极材料主要讲的是石墨嘛。那你这两个在全世界你找不到那么大的量的供应啦，有点像说美国我产大豆可以卖给别人，可是最大的量在中国，那你一样，它供应就在中国，你其他地方拿不到，越南可以拿一点啊，澳洲可以拿一点，东侧西侧。那像车用晶片，连那个最不起眼的安氏半导体的晶片，那个实在是最便宜的，中国不封装不出口给你，通通就挂了。不过当然了。因为日本它也靠台湾供应一部分啊，台湾比如说力积电有供应它这些晶片哈，那基本上这个安氏半导体影响是欧洲比较多，影响日本比较少。可是不只有安氏半导体的晶片了哦，所以日本最好长个眼睛。好，高市早苗现在对于这个中国叫板，他在国内民意是非常旺的，但其实，在政坛现在已经有一点不同的声音了，蛮两极的。我们来看到，像是立宪民主党前首相野田佳彦，他说首相有点说的太超过了，日中关系可能陷入危险。那自民党的前首相石破茂，他说如果把这个所有情况说出来，可能会削弱原本的贺阻力。其实这个部分赖教授刚刚也帮我们提到了。好，我们要请教厉将军你怎么看？因为现在连同党的前首相也有不同的声音。那高市早苗会不会遇到日本内部的反扑？但是刚刚蔡委员提到，他现在在日本的民调是非常高的。虽然说中国对日本不管在旅游啊，或者是这个电影啊，甚至于今天传出来水产，甚至于牛肉哦，都采取经济的这种制裁的相关的手段。但是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哦，日本的民众不会感觉到痛。所以说，日本会继续支持高市早苗哈，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的支持度哈会高达69%那么高。我觉得日本你要了解这个民族哈，这个倭寇民族，它就是生长在一个岛上面。你看日本这个岛有两个它很大的一个罩门，第一个就是它没有纵深。我们从上次福岛这个核电能事变就看出来，这个国家只要发生一点核能或者一点重大的这种你不要说战争了哈，光核能电厂它就发生事变，对它国家就造成很大一个冲击。第二个，它所有的资源都要来自于从海上运进来，所以他很担心它的海上运母线被切断哈。那它也需要向大陆来发展，所以他每一次对外侵略的时候，对外主动攻击的时候，他都用同样一句话，叫做日本存亡这个危机事态哈。那你看9·18事变，他就想要到这个大陆来向大陆来做发展。那之前来讲的话，他也是用这句话去用这个当做理由去攻击这个珍珠港，造成珍珠港事变。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就是说，你美军会不会主动来切断我的海上运补线？所以我要先攻击你。当然，这次来讲，台湾也是面临同样的理由。大家不要以为说高市早苗讲的话是在帮助我们台湾，不是，他是怕说是台湾一旦被中国控制住以后，它的海上运补线由南往北的运补线会被切断，所以他才说日本存亡事态哈。所以他是依据这个，不是说是为了帮助台湾怎么样，不是。但我们台湾人自己不必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哈。但这也凸显出我们台湾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那像这种岛国，很明显的，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这个非常不安全感，那对周边国家敌意也非常的重。这也就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到现在为止，一般老百姓还会在支持他哈，因为岛国心态就是这样嘛，他都会主动去攻击人，你不去招惹他就会先来弄你，因为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这种不安全感的心态。我觉得高市早苗未来来讲，可能有3条路可以走哈。这第一条路就是他把话吞回去，中国叫他把话吞回去、收回去，但是目前看起来哈，他大概高市早苗在民意这么高强度的支持之下，我认为这条路可能不太容易，也他大概做不到。第二条路就是这个都不讲话，保持沉默政策哦，然后等到事情翻页过去，过了时间以后，看事情会不会自动翻页过去。我觉得这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绝对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让他就此翻页过去，一定要强硬的要他表态，双方来讲也没有退路。所以高市早苗剩下第3条路，就第3条路继续诱到底，继续硬到底。所以为什么会传出来说是他可能在12月的某一天突然又去靖国神社，甚至于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就直接所谓的无核3原则就直接引进核子的武器哈，这有可能，也有可能
他恢复他的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就正规的军队哈，把它已经这所谓的自卫队改成正规军队，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大的哦。这个东西大家不要轻忽了。但是你如果说继续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一定会誓不甘休。所以这是中日两国这个冲突来讲的话，可能后面来讲，我自己研判会越演越烈，因为双方目前都没有台阶可以下。好，谢谢3位专家精彩点评，我们稍后休息一下。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